微信长按2秒钟隐藏着10大功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这些功能都非常好用。第一种就是打开微信快捷方式，长按微信图标2秒钟，然后就出来很多种快捷方式。第一种就是我的二维码，打开这个二维码之后，朋友添加我们为好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扫我们添加好友了。第二项就是扫一扫，在我们付款的时候，或者是添加朋友为好友的时候，点击这个扫一扫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儿是收付款，当我们收款或者是付款码的时候点开这个就会出来我们收款码或者是付款码。然后再讲一下第二个隐藏功能，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这个视频，方便以后忘记了还能接着再观看。第二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可以语音转文字，假如我们在不方便听语音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开会或者一些情况不需要听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语音转为成文字来看，也是可以的。我们主要就可以点住这个语音，不要松手，然后呢，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转文字，点一下 ，OK， 现在就可以出来文字了，是吧？第三个隐藏功能就是提取文字，假如这些文字我们需要用的情况下，一个一个的往上面打出来的情况下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直接提取到手机上面。首先呢，要点开下角这个加号，然后点开拍摄，我们首先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呢，在这儿，假如呢我们用不到这么多文字的情况下，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编辑这边，然后选中一些文字，选好以后点对勾，然后发送。发送完之后，打开这个照片，接下来呢就是长按这个照片2秒钟，然后出来以后，这儿会有提取文字，点开提取文字。好，现在就识别出来这些文字了。然后呢，我们点击下边这个全选，全选完以后，我们在这儿点复制，好，显示已复制。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画面都给它先关掉。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文字粘贴过来了，然后点发送。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很方便？第四个就是重要事情提醒，假如这条信息看一下，出门的时候让我拔掉电源，有可能我过1个小时之后才出门呢。害怕自己忘掉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把它设置成重要提醒，长按2秒钟，然后这儿有个提醒，点开它，在这儿呢可以设置今天或者明天，还有就是1小时、2小时之后，在这儿呢就可以设置我就是1个小时就要出门，所以就设置今天1个小时之后，然后点提醒，设置完以后过1个小时它就会有铃声提醒，这样就不会忘记了。第5个就是相关表情功能。别人发了一张表情，我们没有合适的怎么跟人家回复，首先呢我们就点开这个表情，然后呢在上面会出来相关表情，然后点一下，接下来呢下面出来的这些都是相似的，然后找一个发送过去就可以了。第6个隐藏的功能就是视频静音播放，假如我们还是就是在一些场合不适合放出来声音，我们想看这个视频怎么办？我们也可以长按住这个视频，然后呢就会出来静音播放，我们点开它就可以静音播放了，没有声音这个时候。第7个隐藏的功能就是搜一搜，在输入框这边长按不要动，然后呢就会出来搜一搜，点开它，在这呢可以搜索表情、视频、文章、音乐等，输入好歌曲名字，然后点击搜索。假如需要这首歌曲，然后直接点发送就行了。第8个隐藏功能就是艾特好友，在微信群里面，如果想和他说话，按住他的图像不要动，然后在输入框直接就出来他的名字了，然后在这儿打上字发送过去，这样呢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提醒。第9个功能就是屏蔽朋友圈，像发这些信息我们都不愿意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屏蔽掉。假如想屏蔽它的情况下，就点住这个图像，然后呢在下边会出来设置权限，打开它，在这儿有一个不看它，把这个开关打开，这样以后呢它再发一些信息我们就收不到了。第10个隐藏的功能可以把英文变成中文，在这也是一样，先打开相机，给这个需要翻译的英文拍张照片，然后呢点击发送，发送完以后也是打开照片，按住长按不要动，这样呢有翻译，点开就可以了，然后它就开始扫描翻译，已经出来了是吧？
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好用，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在维修电磁炉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发现保险已经炸坏了，或者烧的比较严重，像这种情况我们不要直接换保险，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 IGBT。像这个 IGBT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功率管，这个功率管有字的这一面朝向我们自己，然后从左到右我们说一下，这是个 G 级、C 级、E 级，然后这个 G 级说白一点，它就是相当于是个控制角，它是控制后边这两个节支导通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功率管它有两种，像前面这3种它是带阻尼的，内部是有个阻尼二极管，然后这个是不带阻尼的，内部没有阻尼二极管。阻尼二极管它在这个 C 级和 E 级之间，用无按表的二极管档我们测下这个 IGBT， 然后红表笔接在这个 E 级，黑表笔接在 C 级。我们看一下，有个 0.455 的压降，这也一样，这是 0.456、0.457， 它都有个压降。然后我们测一下这个没有阻尼的啊，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判断它的好坏，如果没有压降，就证明这个是个坏的。然后我们反过来测量一下，反过来它就不会有压降了，因为这个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然后我们测量的时候，再测一下另外2个角，它是都没有反应的，是无穷大。这样一般是个好的这个 IGBT。我们再测下这个没有阻尼的这个 IGBT， 我们测量的话，它每个角都是无穷大的，这样的话一般它就是个好的。然后我们再测一下一个坏的 IGBT， 直接都击穿了，每个角都一样击穿了，像这种就是一个烧坏的。这个功率管它损坏以后，一般的都是这些引角直接击穿比较多。我们测量的时候，随便2个角，只要一测量发现短路了，那就证明它是坏了。更换的时候，如果没有同型号的，我们代换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大的代替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个20，这它就是最大电流是20安，然后这个25最大电流是25安，我们可以用大的代替小的。然后这个有阻尼的可以代替这个没有阻尼的。功率管的好坏判断以及测量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在金属管上面粘上一条手机充电线，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不锈钢管给它切断。不管是铜、铁、铝或者是不锈钢的这种金属管，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平时在家切这种金属管的时候，没有切割工具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操作的时候啊，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就是把这条线给它粘在这个被切割的这个物体上面就行。但是呢，这个线头有点短，我们呢需要给它把这线头拨得稍微长一点。拨得长一点后呢，等会儿操作的时候会更加方便一些。来看，我们把这个手机充电线只留下这个黑色和红色这两条线就可以了。我们呢就是把这条红色的线和这条黑色的线都给它拨得长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假如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给它切割开，我们首先找个电工胶带给它先缠一下，给它缠牢固了以后，然后呢在它的对面这一侧也缠一下，中间这个缝隙啊让它留的稍微窄一点。我们等会儿要从这个位置把这个不锈钢管给它切割断。这样缠完以后，接下来呢把这条红色的线粘上，就这么简单。只需要呢粘上这条红色的线就行。你来看，粘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黑色的这条线上面找一个棉签，把它缠在棉签，重要的是缠在棉签这个棉花上面。接下来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从别人家厨房里面拿点食用盐，然后呢给它兑点自来水，给它搅和一下。我们做一个切割使用的这个溶剂，然后呢我们把充电线给它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这样呢就可以来切割这个不锈钢管了。我们看，首先呢把这个棉签给它蘸点这个盐水，然后呢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一点点的来切割就行了。你看这样呢立马就有反应了，上面很多的小气泡，这个呢就是正在切割当中。这是一个时刻切管方法，
不管是铜、铁、铝或者是不锈钢的管，都可以把它给切断。像这种薄的不锈钢管啊，一般2-3分钟就可以把这管给它蚀刻断。我们来看这管马上要断了，你来看，你看断了是不是？大概用了4分钟时间，把这管就切割断了。你来看这个面还是非常的平整的，你看这个面也是非常平整，而且这个方法呢也非常好用，是不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金属管，都可以用这方法把它给切断。如果家里的纱窗出现这种破洞或者是有裂痕坏掉以后呢，先不要着急啊，找维修师傅上门来给你换这一整块纱窗。如果换一整块纱窗的情况下，最少啊需要100多块钱，所以说呢是没有这个必要。今天视频呢就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像这种纱窗有裂痕或者是裂缝，像这种情况的一个修复方法，其实呢还是非常简单的。我看到一些朋友在修复这种漏洞的时候啊，我见他是用这种透明胶带直接粘上去。其实呢，像这种粘上是不行的，因为呢这样粘上以后啊，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上面呢容易有灰尘。二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风一刮呢就容易把这个胶带再给它刮下来。还有就一点啊，就3，就是这个胶带呢它也不透气。如果把它粘上以后啊，就失去了纱窗的意义了。所以说这种方法是不行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简单而且又好用的方法，修复好以后啊，不仅美观牢固，而且呢它也透气。修复的时候呢，咱们先把这个框呢给它拆下来，这样的话修复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容易。拆的时候呢，直接往上面拔上去以后往外一拽下面，然后就掉了。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漏洞啊，它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它不缺少，直接这个缝隙呢可以对到一块儿，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胶水给它粘上。然后第2种情况呢，假如呢这个纱窗这儿破损的比较严重，缺少一块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选用另外3种维修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先看一下这个孔呢大概有多大的距离。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纱窗边上这个多余的这边这个可以给它裁下来一点，然后呢可以用它来修补这个漏洞。这个方法呢就是属于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如果家里安装这个的时候还有多余的下脚料的情况下，也可以从这儿先裁下来一点，然后修补这儿也可以。我这儿呢正好有个下脚料，咱们就用这一块给它裁个大小合适的，能稍微大一点，不要太小了。好，裁完以后啊，咱们看一下，比一下还是可以的。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用针线把它缝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像我们这些男同志啊，针线活一般都不会，是吧？但是呢，我们是有比它更好用的方法。方法呢，一共有3种，最后一种最好用。首先咱们先从第一种开始，把这个给它粘上去，粘这一圈就可以了。根据个人情况，可以选择这3种方法。首先，咱们先把第一种方法先测试一下，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第2种、第3种。其实第3种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美观的。好，咱们把这一圈就这样打完了。打完胶以后啊，把这个窗户咱给它装上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美观，而且也特别牢固，是吧？它还防水，然后呢也不影响它的透气性。第2种方法呢，如果没有这个热熔胶的情况下，其实呢可以用粘自行车的胶或者一些别的胶把它粘上也行。然后还有第3种是最简单的，可以在网上买这样的纱窗修补贴，用多少减多少给它粘上就行了。这样呢既美观省时又省力。家里有电动车充电器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充电器用了一段时间坏掉了，不能充电了，不要着急把它们扔掉。今天教大家一招，不用花1分钱，也不需要用专业工具就能把它给修好。首先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就是坏掉不能充电了，我们先给它插上电，然后呢我们这头呢连接到电瓶上面。好，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指示灯是绿灯，现在呢显示绿灯就说明没有充上电。像这种情况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维修方法，其实呢非常简单。在维修之前，首先呢我们先找到充电器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很多朋友呢喜欢用弯表来测量，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没有弯表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不用弯表，其实呢有很多种情况呢也能修好它。
首先我们看啊，指灯亮说明啊这条电源线是有电的，而这个不能充电亮绿灯，像这种情况呢，就说明啊这个电呢没有送到电瓶上面。像这种情况一般啊都是这个充电线坏的是最多的，这个几率最大。如何能判断这条线有没有问题呢？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充电器这个根部这一块呢，我们经常使用的时候经常折来折去，其实它的内部的线用了时间长后很容易就把它给折断。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手就这样先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指示灯能不能变成红色，如果能变成红色就说明是这条线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就这样来回的涡动，来回的折，注意看上面的指示灯，看一下能不能变成红色。如果变成红色就说明是这条线有问题了。我们看啊，现在把它折成这个角度后，指示灯变成红色了，可以充电了。它这个原因呢，从这儿就可以判断出是这条线断掉了。看我一松手，然后又变成绿色了，它的问题呢就是这条电源线有问题。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如何修呢？其实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线的话，也不需要更换线。其实呢，可以用家里的电脑上面的，或者是电饭锅上面的这种电源线。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这个插头，都是差不多的。先测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插到电车上面。如果能插上去的情况下，就说明能用。我们呢就把这一头剪断，然后呢把充电器的这一头也剪断，把它们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如果一些朋友没有这样的电源线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插头给它修复一下，就是把这边给它剪断，剪断之后，然后拨出里面的线头，给它接好之后呢，然后再缠上胶带，这样呢也是可以修好这个充电器的。像这种情况呢，都是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一个通病，这样就可以轻松解决了。家里的剃须刀坏了以后，千万不要扔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给它接上一条手机充电线，就可以把它给修好。不管它是什么问题，也不管是哪儿坏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也算是一个万能的修复方法，超级的简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剃须刀给它先拆开。一般这个剃须刀啊，都是一颗螺丝。我们把它拆开以后啊，在这边这个缝隙，我们给它撬一下，先把这盖子给它打开。你来看，就这样呢，就把它拆开了。拆开以后呢，像这个剃须刀最容易坏的就是上面这个板，还有就是电池。像上面这个电机它是坏不了的，几乎是不会坏，我是没有见过它坏的。我们在给它修复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把这个板上面这颗螺丝我们也给它拆下来。你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它到底有多好用。拆下来以后啊，只需要接一条线就行了。我们来看，首先呢就是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我们把小头那边给它剪掉，剪掉之后呢，这个里边它是有4条线的，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看，把这个剃须灯电机上面和连接主板的这条线，我们可以用剪刀给它剪下来。把线剪断以后，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条黑色，一条红色。我们把手机充电线上面的红色这条线，把它接在电机的这条红色的线上面。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先缠个绝缘胶带。没有绝缘胶带啊，其实缠个透明胶带也没问题，因为它这个电压是非常低的。然后呢，把这条黑色的线把它接在电机的这条黑色的线上面。你来看，就这2条线。接完以后呢，我们也给它缠个胶带。你来看一下，一个坏的剃须刀就这么简单就修复好了。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把手机的充电头插在 USB 上面，然后呢给它插上电源，你来听，立马就转了，是不是？而且呢，这转速也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好用啊。平时呢出门携带的时候啊，把它插在充电宝上面也可以正常来使用。怎么样呢？这个方法超级的简单，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家里如果有这种废旧的音箱，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如果我们把它拆开后这样用，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这个音箱呢就是我花了5块钱从废品站买回来的，你看到没有？我还要花钱买，所以说大家的如果有这种废音箱，就不要再扔掉了。我们把它拆开后，让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些功能，它到底有多好用。把它拆开了以后呢，
不管是上面的喇叭还是上面这个板儿，我们都有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喇叭还有上面这个板儿，我们都给它拆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们两个的使用方法。我们把上面这些插头都给它拔下来。这个线是个天线，没有用。哎，这样把它拆出来以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板儿它有什么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喇叭有什么用。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两个线给它先拨出线头，然后呢，我们使用的时候，为了使用更方便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两条线上面来看，给它先接上两块磁铁，就从报废的 LED 灯上面都有这种磁铁，我们拆下来给它接在这个线上面，这样呢就制作好了。你来看，原先它这两条线就是接电池的，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你来看，像这种18050的锂电池没电了或者没有充电器，我们呢就可以给它来充电了。你来看一下，充电的时候呢，我们把手机的充电器插上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用的。你看，灯亮了是吧？亮了就可以给它充电，用它充电，其实非常实用这个功能。首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喇叭上面这个板也是坏的怎么办？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废旧的喇叭给它拆下来，用这个喇叭呢，其实它也有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我们呢找两个钉子，然后呢在喇叭线上面一条线上面呢，我们给它接上一个钉子。你来看这个功能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好用的。我们来看，就这样呢，把两个钉子给它接在喇叭上以后，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平时家里的 LED 灯容易坏，这些灯坏了以后呢，把这两个钉子给它分别接在灯珠的两侧，我们把这个喇叭反过来，用手拍一下这个喇叭，你来看灯珠的变化。你看，这样轻轻的一拍，这个灯珠就亮了。只要亮呢，就说明这个灯珠它就是好的；如果不亮，就说明它是坏的。用这个方法修灯比腕表还好用像这些坏的、报废的喇叭，以后就不要扔掉了。这样用的话，它的价值立马翻了很多倍，是不是？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这个电动剃须刀换个电池，它这个是用了一段时间，然后这电池不存电了，充满电以后可能刮一回胡子就没有电了，这是电池的问题，电池老化了。我们今天给它拆开，来换两节电池。这款剃须刀它是飞科的，这儿有个螺丝，然后在这个位置还有一颗。两个螺丝拧掉以后，我们把这个盖儿打开，这个壳就可以打开了，是吧？是不是非常简单？这是内部的两节电池，它的型号是5-7AA 500毫安1.2伏的，这是两节新电池，我们给它换上。先把这块板拿出来，这两节电池它是串联在一起的，我们把它这个先拆一个再装一个，安装的时候正负极不能弄错了。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正极，我们拆块新的。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正极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拆掉。这一块在安装的时候就是负极是在这边了，负极是在左边，对，这样的话还是串联的。现在我们就把这4个角给它焊起来，焊好以后我们就试一下，
可以转动了。现在，然后我们就把壳装上。现在已经换好了啊，没问题了。这个飞科体育袋又可以接着使用2年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手机不能充电，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其实啊，我们只需要花个10来块钱，买个这样的小板换上就能修好它。这台华为手机呢，就是插上充电器啊，没有任何反应。看这个充电这个标识这儿，你看它没有变化是吧？确实不能充电。遇到这种情况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充电口坏了。其实呢，我们给它换一个充电板就可以解决问题。首先呢，操作第一步，我们先把手机关机，然后呢，把手机这个卡槽给它先拔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拆这个手机的后壳。拆壳之前啊，首先看一下这个尾插两侧，一边一个螺丝，先把这2条螺丝分别给它拆下来。拆完之后呢，找个刀片撬一下这个后盖，这样用指甲划一圈就能把后盖拆下来。然后把手机尾部这块螺丝都给它拆掉。看来这个华为手机螺丝质量比较好是吧？应该是不锈钢的。我说螺丝刀啊，根本就本来有磁性，也吸不上这个螺丝，所以说拆的时候有点费劲。拆掉以后，然后还得用指甲一个个把它抠下来，因为这个螺丝刀啊有磁性，不吸这个螺丝，质量太好了是吧？拆这些螺丝呢，主要啊就是把下面这块绿色的小板给它拆下来，把所有的螺丝都卸掉以后，然后呢就是找个刀片啊，还是一样，先把这个喇叭给它先撬下来，然后呢排线也拿掉，最后啊把这个小板慢慢的把它抠下来。拆下来以后呢，首先啊先把上面这个天线给它先拔掉，这儿是一个抠座啊，直接一抠就掉了。拆掉后我们看一下，像手机不能充电，大部分原因啊都是这个充电口坏了。但是呢，像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啊，换的时候也可以单独换个这样的充电口，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对一些电子爱好者一些朋友来说，焊这个充电口还是有一些技术难题的。所以说呢，就直接啊，花个10来块钱从网上买一块这样的小板就可以了。换这个充电宝的时候呢，也非常简单啊，不需要用电烙铁，只需要呢就一把螺丝刀就可以解决问题。首先呢，先把这个旧板上面这个充电口旁边这个黑色的，这是一个防水垫，先把这个垫啊给它抠下来，然后呢把它再扣在这个新板上面，扣上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把它扣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板呢用螺丝刀再给它拧上，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呢再按照原来的位置啊给它再装回去就行了。怎么拆的再怎么装。安装的时候呢，就是上面这个也很简单，主要是就是螺丝都对准位置以后就行了。接下来呢就是把手机上面这个喇叭呢给它再装上。先在喇叭上呢固定几个螺丝，固定好以后呢，在这个板上也固定几个，固定好以后，然后把这个排线给它扣上。扣好以后呢，接下来呢就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手机啊能不能充电。如果能充电的情况下呢，就把所有的东西螺丝啊再给它装起来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充电，我们再检查一下，看一下哪儿没有装到位。好，然后呢插上充电器来看一下，看这个屏幕上面有没有充电的标识。因为现在是关机的状态，没有开机。可以啊，看上面有充电的标识，说明啊可以正常充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再扣起来了。扣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点啊，一定要先扣上面，然后再扣下边。你看，先把上面扣进去了以后，然后呢顺着从上面往下一点点的把它按到位，到最后呢把这2条螺丝安装起来就解决问题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朋友从外地发过来一台投影机，是小型的 LED 的投影机，他说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然后我们看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就这台小机器，我们通上电看看。通上电了，通上电这儿指示灯不亮，没有指示灯，没有待机指示灯，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小机器，机器拆开了，这是机器的电源板。然后我们通电量一下，看这个机器有没有300伏，先看看。这里是300伏，我们看一下，有，这是330伏，这表正常。有330伏，这表输出没有电。
这是 D， 这边输出这儿没有电，有300伏，然后我们接着往300伏往后插。这个是25伏电容，这两个都是。看一下电容这儿有没有电。这是25伏电容，电容这边有电，这个电容这边，这个电容这边也有电，那这儿为什么没有电呢？再看一下，这里好像看着有个小电容糊了，这边没有电输出，是这儿烧糊了。我量这个电容这儿有电，然后到这个排线口这儿没有电，中间是隔的电容，然后这个电路板这个锡箔线给烧断了。把这个电容换掉了，原先这个电容烧糊了，然后这个下边这个铜皮也烧断了，我换了个电容，然后引了一条线，引到这边了，引到这个引脚这儿了，然后我们再通上电试一下，把电源宝装上。行，通电试一下，可以了，有电源指示灯了，开机，好了，这台机器修好了。这个机器是 LED 的，亮度不怎么高，这台机器。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关注，再见。